之前视频提到，韩国这个所谓的题子必须放在本方旗盖里的新规定，是在 LG 杯半决赛和决赛之间的11月8日突然颁布的，并宣布适用于韩国围棋协会主办和管理的所有比赛。那么既然是新的规定，那是不是如韩国方面和某协所说的那样，规则就是规则，既然制定了就要严格执行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去年11月8日开始都进行了哪些赛事，这条新规都被严格执行了吗？我追溯了一下最近的大赛就是11月12日在韩国进行的三星杯了。这届比赛可以说韩国溃不成军，4强全部被中国包揽，而8强也仅有申真旭1颗度秒。而申真旭得以进入8强，正是在16进8的比赛中战胜了柯洁。而在这场比赛中，同样也出现了裁判入场干扰比赛的一幕，也就是在棋局进行到这里时，直白的柯洁发现在自己的棋盒里怎么突然出现了一枚黑子，以为是自己提的黑子放错了地方，随即将其放在了旁边的棋盖上。三星杯这次桌子够大棋盖并未摆在柯洁的反手侧。而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裁判又一次喧宾夺主的登场了。我们注意看一下这是什么时间点此时双方都已进入读秒，而且盘面非常接近，也就是半目胜负。而申真旭刚好遇到了一个选点难题，且刚刚浪费了1次读秒。중요한순간이기때문에而在申真旭继续进行思考且举棋不定时，裁判入场暂停了比赛。时机点跟这次的 LG 杯很相似也就是选在韩国棋手思考的时间暂停比赛，间接为其争取了时间。而且连介入的裁判竟然都跟这次 LG 杯是同一人，而他们的理由是，由于韩国方面的工作失误，柯洁的棋盒内不知为何混入了一枚黑子，而柯洁将其从棋盒放入棋盖之内，会导致最后计算目数时产生偏差，因此将棋从棋盖拿出并放在了桌子上。多亏这次是韩国裁判拿的，要是柯洁放的，没准当场又被罚了2目。我们无意去揣测柯洁的棋盒里为什么会混入一颗黑子，是真的工作失误呢，还是早有预谋？而裁判为什么要选在申真旭浪费1次读秒陷入沉思时介入暂停了比赛？这无疑会对比赛的专注度和柯洁的心理造成影响。尽管这次题子必须放入棋盖的新规没有出现首次判罚，但本场比赛柯洁最终以半目惜败给了申真旭。其实所有裁判介入柯洁比赛的时间点都是柯洁的对手在思考的时候。除了这次外呢，我们回看本届 LG 杯决赛，裁判第1次入场暂停比赛时是卞相一正在思考准备下棋的时间点，注意卞相一的计时器正在倒计时。而裁判第2次入场刚好是柯洁下完喝水的时间点，卞相一根本没在思考下棋，而是直接举报了。第3次入场，这个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当时卞相一已经长考了20多分钟的时间，而且是最为关键的一手。柯洁生气的原因也可想而知，之前全部裁判介入暂停比赛的时机都是选在柯洁的对手思考的时间，通通对柯洁不利。我们再回到去年的三星杯申真旭尽管半目赢了柯洁，但并没有走太远。在下轮8进4的比赛中，申真旭败给了最终夺冠的丁浩。而丁浩在本届三星杯半决赛对手是同样来自中国的金宇成。这是一场中国内战，我们可以看到丁浩直白位于画面上侧，而他的棋盖却放在了反手位，跟柯洁 LG 杯第2盘一样。那么丁浩会跟柯洁一样出现中国棋手从小养成的习惯性提子行为吗？在棋局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丁浩提子后同样也是习惯性的将提子顺手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跟柯洁一模一样。紧接着又提了第2枚也放在了桌子上，第3枚同样也放在了桌子上。这3颗提子直到比赛结束都没有按照新规放入右侧的棋盖内。但这次韩国裁判罚了吗？并没有，裁判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不是说规则就是规则，只要是韩国棋院举办的赛事就都要严格执行吗？按照新规，丁浩提的3颗子都没有放入棋盖之内，是不是应该直接判负了呢？还没完在本届三星杯的决赛中，丁浩对阵党亦飞，又是一场中国内战。当第1盘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丁浩直白还是在正上方，而反手位的棋盖里已经有了3颗黑子。
此时，丁浩在提第4颗时，再次习惯性的顺手放在了桌子上。这枚棋子直到比赛结束都没有放入膝盖内。不过裁判还是没有出现。不是规则就是规则吗？难道中国内战你们就不执行这种规则了吗？那当然喽，再怎么判也是你们中国人夺冠，对我们韩国人没有任何好处。我们韩国就是这么双标。不过本视频一出，丁浩可要注意了，没准韩国人要追讨回你3星杯的冠军奖杯了。那是不是如果对面换成了韩国棋手，犯规才会判呢？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局。这是2025年1月9日进行的一场韩国围棋联赛，由中国的金宇成，也是刚才3星杯输给丁浩的那位，对阵一名韩国棋手。我们看到这里，当金宇成聚精会神思考时，在提子后同样也是习惯性的连续将提子放在右边的桌子上，这里被挡住了，而没有放在右下角的膝盖里。这又是中国棋手从小养成的习惯，这些动作在全神贯注思考时就会下意识的发生，不会因为教练的谆谆教诲和提醒就能瞬间改变。似乎中国的教练不懂。而本场比赛对手是韩国人，那么这次会罚吗？答案是当然会。没过多久，韩国裁判登场暂停了比赛，并伸出2根手指说，你由于没有将提子放入棋盖内，因此被罚了2目。这应该是这条新规出来后首次应用在了中国棋手的身上。而当时金宇成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太过全神贯注竟然默默就这么接受了。韩国方面也许是想在重要的 LG 杯决赛之前将新规的处罚使用在中国人身上看看效果，没想到非常好用。于是 LG 杯决赛场上对付柯洁的手段已经万事俱备，只欠柯洁登场了。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场比赛金宇成虽然被罚了2目，而且比赛中盘面落后一度高达25目之多，比这次柯洁落后的更多，但最终却在后盘由于对手的犯错竟然逆转获胜。很多韩国人都在狡辩说，在 LG 杯第3盘柯洁是眼看大幅落后才故意犯规暴走退赛的。实际上围棋的魅力是不到最后一刻，无论你领先优势有多大，都存在翻盘可能的。柯洁第3盘确实是在落后，但你不能就确信卞相一在后盘会招招一选不会犯错。事实上，按照卞相一以往对阵柯洁0-7的战绩，犯错打勺才是大概率事件。网上已经有很多视频解析了第3盘如果接着下，柯洁的确有翻盘的可能。而且当时柯洁具备巨大的时间优势，如果卞相一进入读秒，不仅会有打勺的风险，还有可能因为计算时间不够，出现读秒用完来不及敲钟直接判负的风险。因此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谁输都难说得很。柯洁第2盘根据 AI 胜率也大幅领先，夺冠在望，不是也被裁判打断直接判负了吗？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다시 한번 좀 같은 문제. 참 같은 규정을 지금 계속 어기고 맞습니다. 있기 때문에 예를 들면 지금柯 선수로서는 이제 인식을 못 하고 있다가 때리고 나서 급한 나머지 좀 내려놓은 것 같아요. 네. 평소 습관대로 이렇게 잘 신경을 쓰면서 두다가 네. 한번 무너진 그런데, 거죠. 또 만약에 또 바로 없었잖아요. 네, 대국이 다음 수들이 진행되기 전에 아마 돌이 원 위치로 돌아간다면 괜찮은 것 같은데요. 네. 일단